大家好，欢迎收看皮皮测车。今天我们要研究的车型是力帆 KPV 150。What does perfect even mean? Is there even such a thing? Ooh, can we switch up all the rules and imagine a utopia? Darling, I'm just so fed up with. 这个车子呢是有3个版本的。 分别是标准版、ABS 版和青春版。标准版和 ABS 版呢，就只差一个 ABS 配置，然后青春版就是它的配色有点特点，并且也有 ABS。标准版是13000多，然后 ABS 版呢和青春版都是15000多。我身边这台呢就是 ABS 版。简单的说下它的配置啊，这个车子是有脉冲点火、3秒启停和边撑熄火的。我感觉啊，在国内做踏板的好像只有豪爵这个品牌，这个力帆不知道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并且它一上来就直接竞争150级别的踏板，你想像豪爵啊，这么多年啊，都还在125这种通勤市场徘徊。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的外观方面啊，这个车子的整个外观设计以及线条呢，非常有棱角感，深受广大车友的喜爱嘛，就是那种跨界 ADV 的风格。它的一个漆水状态的话，这个车子的漆水是比较薄的啊，虽然它是珍珠漆啊。 但是它的漆水很薄，并且整个车身喷漆的地方比较少啊。你可以看到它这种喷漆件是很少的，全车被这种大量的这种黑色塑料件给覆盖住了。然后它的接缝处处理的也不怎么样啊，可以看一下，特别是它的一个这个龙把的部位啊，是有很粗糙的，就像一个毛坯件。然后它的壳子呢也比较脆。KPV 这个车的话，远看还可以，细看的话，它的做工和用料啊，确实不怎么样啊。特别还有它的一个漆水状态。不过呢，这个车子的前后减震看着很霸气啊，算是为它挽回了一点颜面。可以看到这个车子的前减震是比较粗壮的，并且它是倒式减震，减震筒的表面还有这种拉丝处理啊。 后减震呢也是看着很粗壮的，并且它的弹簧越压是可调的。这个在机械感呢方面呢看着很不错。这个车子全车的灯光都是 LED 啊，它的左右转向灯是熏黑处理的，并且是流水式的。储物空间方面的话，这个车子啊是有2个前置的封闭式储物口的。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深度还是比较深的，但是不是很宽啊。和这个空间和 PC 比 PCX 左边那个要稍微大一点点。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右边。 右边的话，它这里是有一个5伏2安的充电口，然后这边呢是一个点烟器，车主后期自己加装的。然后它这里只能够放下一个充电宝或者一部手机啊，基本上就这么大。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座舱空间啊，这个车子的座舱空间呢几乎就是残废状态啊。整车的一个储物空间，你如果不去加尾箱的话，是肯定是完全不够用的。再说一下，这个车子呢中间是没有横梁的。 它中间凸起啊，它的踏板凸起仅仅只是为了放油箱啊，所以这个车子的油箱容量呢有11升。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车子的一个坐姿表现。这个车子的话，我身高1.7米，大家都知道它的这个脚踩着还算比较轻松哦。因为这个网上都说它是逆向研发 PCX 的，就是模仿 PCX 的嘛。它的这个坐姿和 PCX 确实很像，特别是这个坐高，然后脚踩的这种。 看到没有？这种大腿是往下斜的，这个腿部空间很充足啊，这一点和 PCX 几乎是一样的。前面的这个斜脚踏，如果说你人不往后溜的话，它就还是会有一点弯曲的程度啊。整个的这个坐姿呢，很舒展、很放松。手上的这个部位啊，和 PCX 差不多。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车子的灯光效果，这是它的一个近灯，然后我们看一下远灯。 这是它的一个远灯，这个车子的灯光效果我觉得还不错啊，比较亮，并且范围也很宽。这个车子的轮胎前后都是腾升的这种菠萝胎啊，用手捏着还是比较软的这个材质，而且它轮胎的规格前面也是100的宽度，后面是120，这个和 PCX 是一样的这个宽度。现在说一下它的骑行感受啊，这个车子的发动机是10.2千瓦，并且是很多车友最讨厌的2气门啊。 它的这个动力表现呢就不怎么样了，它的这个2气门，我估计是它的车子太重了。这个车子是有142公斤，在起步的时候你感觉这个车子很笨重，0到30的话，基本上你要把油门拧完才有感觉，就像发动机就像被什么东西给拖着不走，然后它的排气声音也很大，起步的颗粒感和震动都比较大。
给你的感觉就干吼不走。然后跑起来的话，这个车子还好，它就没有什么颗粒感了。但是你拉到极速的时候，它的颗粒感又出来了。这个车子的震动啊，是从头到尾啊都在震，特别是60到70这一段啊。反正这个车子的震动是很大的，它的发动机运营品质还有动力感受在150这个级别是垫底的，30到80还有点爆发力，80以后就无力，并且它的 GPS 极速呢是100啊，表显105就断油了。你会感觉啊，一拧油门呢，手把和脚就震，然后一松油门呢，屁股这个位置就很震。它的震动就像一个很大的马达装在车子上面，它是令你感到不爽的，令你感到难受的。这个车子的震动，你在跑小长途的话，它的这个震动就特别难受的。反正整车的一个运行品质呢，以及动力感受都是完全不及格的。你要说这个发动机是仿 PCX 的话，我估计就5成的功力。操控方面呢，这个车子的龙头和重心都很稳，并且它的重心很低啊，整个操控调教和 PCX 几乎一样，都是属于那种贴在地面上跑的感觉。虽然说它前轮100，后轮120，但是你完全感觉不到，你会感觉它是整个底盘贴在地上跑，整个车身就是沉甸甸的，而且它比 PCX 更稳。我感觉你在过弯的时候，这个车子也非常顺啊，它给你就是很稳重，很有安全感。这个车子的操控调教和台湾车，像三阳、光阳还有标致呢是不一样的。那3个车子呢更注重车子的一个灵动性啊，你骑起来的话没有这个车子稳重，这个车子在操控方面更有安全感。它的转向呢是有点沉重的，但是很细腻。你跑起来的话，你就会感觉这个转向啊，你想要转多少就多少，不会感觉一下转多了或者转少了啊，很精确。但是如果你在市区原地啊，这种去打方向或者去拐弯的话，你就感觉它的这个方向就有点重了，并且车子也有点重。整个骑行感受啊，包括手把的部位啊，就是那种 ADV 啊，和 ADV 很相似，但是它的重心又很低啊。你在它的这个操控几乎是满分状态，我感觉。然后它的滤震方面，这个车子的滤震系统确实不错，很有 ADV 的感觉。它在滤震方面，它对这些细碎的路面的过滤以及小颠簸，是可以完全给它压掉的。你会感觉整个车子，你会感觉这个车子的底盘就很沉重，它对你的龙把的操控以及整车的稳定性是一点影响都没有，就是沉甸甸的嘛，压在路上。但是呢，一些大坑的话啊，这个车子还是会跳，并且它的后减震这冲击会较大一点啊，龙头还会好。整车的一个滤震系统可以说是几乎完全够用你任何的一个使用场景啊。油耗方面呢，我实测的这个车子最高油耗是3.3啊，我骑了大概150公里吧，是全程都是极速啊跑回来的，顶着极速跑回来的。配合它这个11升的油箱，这个车子的续航至少可以做到300公里啊。但是基本上，大部分人骑的话都是在接近400公里这样一个续航。现在来总结一下，这个车子的操控呢是非常棒的，在这个价位，甚至可以说已经超出了它这个价位该有的操控。还有它的滤震系统也很强，不过就是发动机真的是太烂了，我随时会感觉啊，它这个发动机要烂掉啊，它的震动真的太大了，震得你。在15000左右这个价位，它的发动机肯定是不值的啊。这个车子就剩了一个操控和滤震系统不错，然后呢，它的一个质量问题，这个的话我在这里就无法为大家表述了它的质量问题，你们可以去论坛啊或者群去询问一下车子的一个有没有一些小毛病啊，或者说大问题。那么以上就是对 KPV 150这台车的全部讲解了。大家有什么细节要补充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或者私信我。我们下期见。